出了大事。春风到底是春风，野得很。老话说春风裂石头，不戴帽子裂额头，说的正是春风的厉害。一年四季要是说起冷，其实倒不在39和49，而在深秋和春后。39、49里头虽说天冻地冻，但总归有老棉袄、老棉裤裹在身上，又不怎么下地，反而不觉得什么。深秋和春后不一样，手脚都有手脚的事，老棉袄、老棉裤绑在身上，到底不麻利，忙起来又是一身汗，穿戴上难免要薄。深秋倒是没什么风，但是起早贪黑的时候，大地上会带上露水的寒气。秋寒不动声色，却是别样的凛冽。春后又不一样了，主要是风。春风并不特别的刺骨，然而有势头，主要是有耐心，把每一个光秃秃的枝头都弄出哨声，像嚎丧，从早嚎到晚。好端端的一棵树，像一大堆的新寡妇。春寒的那股子料峭，全是春风捣得乱。麦子们都返青了，它们一望无际，显得生机勃勃。不过细看起来，每一片叶子都瑟瑟抖抖的，透出来的还是寒气。春天里最怕的还是霜，只要有了春霜，最多3天必然会有一场春雨。所以老人们说春霜不隔3朝雨。虽说春雨贵如油，那是说庄稼，人可是要遭罪。雨一下就是几天，还不好好下，雾那样没有瓢泼的尽头，细细密密地缠着你，躲都躲不掉。天上地下都是湿漉漉的，连枕头上都带着一股水汽，把你的日子弄得又脏又寒。王家庄弥漫着水汽，相当如风一直在吹。人们睡得早，起得迟，会过日子的人家赶上这样的光景，一天只吃2顿，这也是先辈的老传统了。青黄不接的时候多睡觉，横着比竖着扛饿。吃得少，人当然要懈怠了，这就苦了猪圈里的猪。他们要是饿了，不可能躺下来好好睡觉的，他们会不停地喊。猪喊得很难听，不像鸡，叫起来喜喜庆庆的，也不像狗，狗的叫声多少有那么一点安详，远远的听上来让人很心安。猪让人烦，天下所有的猪都是饿死鬼投的胎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喊冤。天上没有太阳，没有月亮，天黑了，王家庄宁静下来了。天又黑了，王家庄又宁静下来了。出大事了。王莲芳被堵在秦红霞的床上，事先没有一点预兆。王家庄静悄悄的，只有公猪母猪的饿叫声。烧晚饭的光景，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都冒着炊烟，炊烟缠绕在傍晚的雾气里头，树巅的树杈上都像冒着热气，其实蛮祥和的。突然来了动静，王莲芳和秦红霞一起被堵在了床上。只怪秦红霞的婆婆不懂事。事后人们都说秦红霞的婆婆250，真是少一窍。你喊什么？喊就喊了，你喊杀人做什么？王莲芳要是碰上一个聪明的女人，肯定过去了，偏偏碰上了这样一个250，一切都好好的。秦红霞的婆婆突然喊杀人啦，杀人啦！村子里的水气重，叫喊的声音传得格外远，分外的清晰。左邻右舍们操起了家伙，一起冲进了秦红霞的天井。秦红霞的男将张长军在河南当炮兵，去年秋天在部队上解决了组织问题，到了今年秋天差不多该退伍了。
张长君不在，邻居们平时对红霞一家还是相当照顾的。她的婆婆喊杀人，这样重大的事不能不出面。秦红霞的婆婆站在天井的中央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光会用手指头指窗户。窗户已经被秦红霞的婆婆拉开了，半开着，门却捂得极死。天井里站的全是人，拿扁担的小心翼翼地来到了窗户跟前，而扛着钉耙的急不可耐，一脚把门踹开了。王莲芳和秦红霞正在穿戴，手上忙得很，却是徒劳，没有一个纽扣扣的是地方。王莲芳虽说还能故作镇静，到底断了箍，散了板了。他掏出飞马香烟，说：“抽烟，大家抽。”这怎么抽？形势很严峻。平时人家给王莲芳敬烟，王莲芳还要看看牌子，现在王莲芳给别人敬的是飞马，他们都不抽，形势很严峻了。当天晚上，王家庄像乱葬岗一样寂静，真的像杀了人了，杀光了那样。而王莲芳已经来到了镇上，站在公社书记的办公桌前。公社的王书记很生气，王书记平时和王莲芳的关系相当不一般，但是现在他对着王莲芳拍起了桌子：“怎么搞的？弄成这样吗？幼稚吗？”王莲芳很软了，双眼皮耷拉下来，从头到脚都不景气。王莲芳很小心地说：“要不就查看吧。”王书记正在气头上，又拍桌子：“你偶屎！军婚现役嘛，高压线嘛，要法办的。”形势更严峻了。王莲芳不是不知道这件事弄不好就要法办的，但是第一次没有事，第二次也没有事，最终到底出事了。现在王书记亲自说出要法办的，性质已经变了。王书记解开了中山装，双手叉腰，两只胳膊弯，把中山装的后襟撑得老高。这是当领导的到了危急关头极其严峻的模样，连电影上都是这样。王莲芳望着王书记的背影，王书记一推窗户，对着窗外摊开了胳膊：“都被人看见了，你说说怎么办？怎么办嘛？”事情来得快，处理的也快。王莲芳双开除，张卫军担任新支书。这个决定相当英明，姓王的没有说什么，姓张的也不好再说什么。